和田市位于日本本州最北端的青森县东南部，地处青森县与秋田县的交界地带，位于石和田湖的东侧。市域面积广阔，从内陆的丘陵与高原地形延伸至较为平缓的台地，是典型的日本内陆型地方城市。这里没有新干线，也没有普通的火车，但却是一座安静、闲适又极其有魅力的城市。昨天下过雪之后，今天就天气变冷了很多。石和田市也算是青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在中部的一个城市。要了解石和田市的城市结构与气质，可以从市中心向自然逐步展开。市区的商店街规模不大，屋顶有彩色的玻璃窗，路边有摆放的艺术作品，充满怀旧感的餐馆、咖啡店与工艺品小店，氛围朴素、安静而又充满着艺术感，适合慢慢的闲逛、散步与探索。这还挺有意思，它有一个卖昆虫食的自动贩卖机，国产的蝉，熏制风味，这个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昆虫做的食物，还有蝎子的、蜜蜂的。旁边的是他们的市民交流中心。前面是石和田市的现代美术馆，然后这条街的话，应该就是石和田市他们市内最重要的一条街，叫官厅街。从商店街延伸而出的官厅街是石和田市最具规划感的街道，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道路笔直开阔，两侧整齐排列着市政府、美术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也同时点缀着大量的公共艺术作品，让整条街变成了一个开阔的室外美术馆。左手边看到的应该就是他们石和田市非常有名的现代美术馆，基本上大家来石和田市的话都会来参观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这个美术馆呢，不但是馆内有一些这个作品的展示，然后在馆外它会有一大片的这个艺术广场，也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作品在这个广场上展示给市民和游客。然后这条官厅街通也是被选为日本道路百选当中的一个。然后前面这里呢是他们的石和田市一所。哇，这个图书馆建得也挺漂亮的，好像据说也是安藤忠雄的设计作品。它沿着窗边有一排的这个座位，坐在这儿看书应该会非常舒服。街道两边的话呢，这些应该都是樱花树，如果到春天樱花开了之后，应该会非常漂亮。一整排的都是樱花树。石和田市啊，它这个城市其实跟马的关系还是挺密切的。你看道路上它有这种马蹄铁的形状。看到路边的这些有关马的雕塑和设计，可以了解到这座城市与马的渊源颇深。这里曾是日本军马培育的重要基地，马也曾是当地农业、运输与军需的重要支撑，因此城市中至今仍能看到很多有关马的雕塑或装饰，体现出马与城市的紧密联系，也成为了石和田市的象征。来石和田的话呢，要吃他们当地的这个バラ焼き，它就是牛肉的五花肉，炒五花肉，也算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道美食了。
据说这家店是最有名的，会给你一个铁锅，然后在面前炒，然后另外配的就是米饭和汤，当然也可以选猪肉，牛肉和猪肉都可以选。巴达亚基是石河田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灵魂美食，将牛五花肉与大量的洋葱放在铁板上，用酱油底的甜辣酱汁调味，并快速煎炒。也因为在眼前制作，滋滋的声响和浓郁的香气常让人胃口大开，食指大动。其起源被认为可追溯至约50年前附近三泽美军基地前的路边摊美食，随后在石河田市逐渐普及。如今早已融入当地的日常饮食，成为石河田市民最熟知也最具代表性的灵魂美食之一。不过它这滚起来之后，看起来确实挺诱人的啊，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美味しそうですね。ああ、そっか。混ぜて。I will be the last to leave. I won't say a word.从市区继续向西行驶，景观逐渐过渡为大片的田野、森林与河流，最终会抵达著名的奥入濑溪流。这条从石河田湖流出的溪谷，全长约14公里，一路顺流而下，贯穿着原始森林，最终流向奥入濑川的下游。从源头到终点，清流、瀑布、岩石、苔藓与森林不间断地交替出现，形成了一条可以边走边看的风景走廊，成为石河田自然风景的核心，也是很多游客会专程去探索的地方。水还是非常清的，这个奥入濑溪流的水。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岩石上的这个冰柱，现在还稍微有点少，可能到1月份之后，这个冰柱会更多一些。Oh, I wish it never ended. I held on with all my might, still waiting on that last goodbye. See you standing by the door, watching the leaves as they fall once more. 这里就是石河田湖了，也就是奥入濑溪流的发源地。它也是火山形成的，火山喷发形成的。然后呢，是日本第3位最深的湖。这里就是奥入濑溪流，它从湖这边发源的入口，然后叫子之口。私本日ガイドの木村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今天来石河田最主要的行程就是要参加晚上的这个奥入濑溪流的点灯的活动。青森县石河田市的奥入濑溪流冰瀑之旅是每年冬季限定的导览巴士活动。冬日寒风让多处的瀑布和溪水结冰，形成巨大的冰柱或冰瀑。游客可在导游的讲解下，在夜晚乘坐巴士前往多个冰瀑观赏点，观赏灯光下的冰冻奇景。奥入濑溪流应该算是石河田他们这边冬季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它这边写了，会变成冰雪交织的梦幻景色，非常迷人。在大巴车内，导游也会详细介绍有关奥入濑溪流的成因和自然状况。古代石河田火山多次大规模的喷发，形成了如今的石河田湖火山口。湖水蓄积后，从东南侧溢出，逐渐切割出唯一的出水口，并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奥入濑溪流。溪流整体位于石河田湖东侧的原始森林中，自然环境保存极为完整。溪水清澈，两岸由火山岩、巨石与树木构成天然景观，沿途分布着连续不断的瀑布、急流与浅滩。
自然景观极其优美。这里栖息着鹿等各类的野生动物。导游介绍说，如果运气好，夜晚可以在树林里看到日本雕，或者在枝头飞过的可爱的鼯鼠。たくさんの滝や流れの名所があります。今日はこの中から5つ、5箇所チョイスしましてライトアップをいたしますが、まず1箇所目、モーマカード沢。漢字で下の馬の門の。前面那台就是打光的车，因为它这边没有办法直接接电线过来的，所以都是通过这种车移动式的电源来打光，一下子整个亮起来了。虽然现在雪不是特别的多，可能到1月份之后，它这个雪量加大之后会更梦幻一些，但现在其实也挺漂亮的。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风景，我觉得。哦，关了，又变成完全一片，哎，返场灯光，返场灯光。次のポイントはこちら、千筋の滝。它这个灯光会不断的变化，呈现出来的景象也不太一样。こういう感じでライトアップします。夏の写真ですね。根の口、子供の子の口と書いて根の口。接下来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叫紫之口，前面其实也介绍了，它石河田湖本身也是火山形成的，所以它这个火山湖形成之后，湖的缺口的地方。不过晚上还真的是挺冷的，大家如果来参观的话，记得多穿点衣服，穿厚一点。天气真的蛮冷的，尤其是风还挺大的。白糸の滝、白糸の滝。如果晚上点灯的时候上面能看到动物的话，其实也挺有趣的。感觉大家拍的都还挺开心的，确实晚上打灯的夜景，平时能看到的机会还是不多，挺难得的。が今は葉をすっかり落としているので岩があらわになっていて、とても迫力のある岩壁が。接下来要看今天第5个点灯的地方，它叫马门岩，据说是6万年前形成的岩石。これを見るとね、本当に四季それぞれに景色、表情が違う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がよくわかると思うんですが。整个旅程紧凑有序，导游的讲解和引导很专业，据说随后也会有中文导游团的安排。其实和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相比，如果你有机会来，就会感受到其实现场带来的冲击感会更强。寒冷的空气、夜色中的静谧，以及灯光下水流和冰瀑的清透感，都会让整个氛围变得更加梦幻而神秘。老宋拍摄的时候是12月中旬，很遗憾当时气温略高，如果是现在的1月份或2月份前来的话，会看到更加壮观宏大的冰瀑美景。和
和很多小城一样，石河田城市不大，却似乎拉近了与自然的距离。干净、简单、舒缓，无论是街道、湖泊还是溪流，都给人一种不过度打扰的安静感。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让人也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静静地欣赏和感受耳边潺潺的溪流水声，眼前铺开的冰瀑美景。日本近代诗人大町圭月也曾感叹道：居必日本，游必石河田，行必奥入濑溪3里半。如果有机会，冬季的石河田值得一访。前往石河田市通常以铁路与巴士接驳为主，从东京可乘坐东北新干线至八户站或新青森站，其中八户站相对更为方便，出站后换乘巴士约1小时即可抵达石河田市市中心。如果从青森市出发，则可在青森站或新青森站搭乘直达巴士前往，交通方式相对明确。如果前往奥入濑溪流，可以从石河田市区或八户站乘坐巴士前往，当然自驾会更为方便。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